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要一起踏上一段深刻而震撼的心灵旅程，去探索一本被誉为世界文学巅峰之作的小说《罪与罚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俄国文学巨匠费奥多尔·陀思妥耶夫斯基，他以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灵魂的犀利剖析而闻名于世。《罪与罚》出版于1866年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中的一座丰碑。它不仅是一部犯罪小说，更是一部关于道德、信仰和救赎的哲学巨著。《罪与罚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，它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内心深处挣扎与救赎的史诗。它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：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去违背道德法则，甚至去杀人，他是否真的能够逃脱内心的惩罚？这本书将带领我们深入探索人类灵魂的深渊，挑战我们的道德观念，并最终引导我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救赎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，他聪明敏感，但生活困顿，怀才不遇。他坚信自己是一个非凡的人，有权为了更高的目标而超越道德界限。于是，他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一场谋杀，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妇人。然而，犯罪之后，他并没有获得预期的解脱，反而陷入了深深的内心折磨和恐惧之中。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拉斯科尔尼科夫，也让我们每一个读者深思，在追求所谓更高目标的过程中，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跨越了道德的边界？而一旦跨越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审判？罪与罚的哲学探讨，道德的边界与内心的审判。罪与罚首先是一部关于罪与罚的哲学探讨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是，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凡的人，有权为了更高的目标而超越道德法则。他将人类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平凡的人，他们必须遵守法律和道德；另一类是非凡的人，他们有权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福祉而超越这些规则。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内心独白和行动，揭示了这种超人理论的荒谬和危险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理论看似合理，但实际上是他内心深处对自身无力感的逃避和自我欺骗。他试图通过犯罪来证明自己的非凡，但最终却发现，这种行为只会让他陷入更深的痛苦和绝望。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，向我们展示了道德法则的不可侵犯性。无论我们多么聪明或强大，一旦我们试图超越道德的边界，我们就会失去内心的平静和安宁。书中有一段经典的话：每个人都是自己灵魂的审判者，这意味着真正的惩罚不是来自外部的法律，而是来自我们内心的良知。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犯罪后，内心充满了恐惧和焦虑。他不断地问自己：我为什么杀人？我真的有权这么做吗？这种内心的折磨让他无法入睡，无法正常生活。最终，他意识到，真正的惩罚不是来自外部的法律，而是来自他内心的良知。人类的内心挣扎、罪恶感与救赎。罪与罚深入探讨了人类内心的挣扎，特别是罪恶感和救赎的主题。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犯罪后，经历了深刻的内心冲突和自我怀疑。他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内心的惩罚，但最终发现，只有通过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接受惩罚，他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，罪恶感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本能反应，是我们对自身行为的道德判断。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逃避或否认，这种罪恶感都会一直存在，直到我们面对并承认自己的错误。救赎则是通过承认错误、接受惩罚和寻求宽恕来实现的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救赎不是逃避或否认，而是面对和接受。通过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接受惩罚，我们才能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。书中有一段话：只有通过痛苦，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。这意味着，救赎的过程是痛苦的，但只有经历这种痛苦，我们才能真正的解脱和重生。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内心挣扎后，终于向警察局自首。在监狱中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，并逐渐意识到，真正的救赎不是来自外部的惩罚，而是来自内心的宽恕。他开始接受自己的罪行，并努力寻求内心的平静。信仰与救赎，宗教的力量与内心的安宁。罪与罚还探讨了信仰与救赎的主题。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犯罪后，失去了对上帝和宗教的信仰。他试图通过理性来解释自己的行为，但最终发现，只有通过信仰，他才能找到真正的救赎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，信仰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本能需求，是我们对自身存在和意义的探索。通过信仰，我们能够找到内心的安宁和力量，从而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。宗教的力量在于，它能够提供一种超越个人经验和理性的视角，让我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和更深刻的真理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信仰是获得救赎的重要途径。通过信仰，我们能够找到内心的力量和勇气，从而面对自身的错误和罪行。
并最终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宽恕。书中有一段话：信仰是心灵的灯塔，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彼岸。这意味着信仰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方向和希望，让我们在黑暗中找到光明。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监狱中逐渐恢复了对他人的信任和对上帝的信仰。他开始阅读圣经，并从中找到了内心的力量和安慰。最终，他意识到真正的救赎不是来自外部的惩罚，而是来自内心的信仰和宽恕。4. 社会与个人，社会环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。罪与罚还深刻揭示了社会环境对个人命运的影响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行为不仅是他个人选择的结果，也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造成的。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，揭示了社会不公和贫困对个人心理和行为的影响。拉斯科尔尼科夫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公和贫困的社会中，他感到自己被社会抛弃和压迫，这种社会环境加剧了他的内心冲突和绝望，最终导致了他的犯罪行为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社会环境对个人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。我们不能仅仅从个人角度来解释犯罪行为，而应该看到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作用。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，我们能够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，并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机会和发展空间。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犯罪后开始反思社会的不公和贫困，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，也是社会环境造成的。他开始关注社会问题，并努力寻求改变。通过以上对罪与罚的深入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谋杀的故事，更是一部关于人类内心深处挣扎与救赎的史诗。它探讨了罪与罚、罪恶感与救赎、信仰与宗教、社会与个人等深刻的主题。如果你也想深入探索人类灵魂的深渊，挑战自己的道德观念，并最终找到内心的安宁和救赎，那么我强烈推荐你阅读《罪与罚》。这本书将带领你踏上一段震撼心灵的旅程，让你在阅读中反思自身，思考人生。记住，真正的救赎不是来自外部的惩罚，而是来自我们内心的良知和信仰。让我们像拉斯科尔尼科夫一样，勇敢地面对自身的错误和罪行，并努力寻求内心的安宁和宽恕。相信通过阅读《罪与罚》，你将获得一种全新的视角和力量，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。只有通过痛苦，才能获得真正的救赎。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。让我们在阅读《罪与罚》的过程中，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内心冲突和道德困境，并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救赎之路。